助理，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编辑，试用期提前结束了。于主编，我可以给周川老师打电话，证明他是有意愿和我们合作，我能完成任务的。行，那你打。能不能再给我1个小时？我去他家跑一趟。我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。再给你1个小时，你连周川家都没到呢。哎，于主编，你也相信周川不签合同是因为找不着印章？咱们以前碰上这样的作者还少吗？所以我说啊，处理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好好的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找家银行上班不好吗？副主编，周川老师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要以这个理由把我辞退的话，我不服。你不服能怎么着？你不服，周川就能在合同上盖章了吗？啊？没有打扰大家吧？周川老师，合同签完了，给。哦，如果之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的话，你直接让处理跟我联系就好了。哦，好。那辛苦周川老师专程跑一趟。那我走了。快去送周川老师啊！周川老师，你身体好些了吧？我都亲自跑到圆月了，你说呢？没事就好。今天谢谢你特意把合同送过来，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被开除了。这么说，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了。当然是了。全稿我下午发给你。谢谢。刚看到你昨晚发的消息，现在问题解决了吗？多亏了周川老师，我现在把他备注名都改了。盖世英雄公子川，不是戏精，是恩人。不是戏精，是恩人啊。我居然真的看到了周川老师本人，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，温润如玉公子川。助理，你干嘛呢？日常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活着。我刚才这一切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确定，我没有在做梦，我真的看到了周川老师。坏了。对啊，洗衣机坏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找家电维修啊。我着急又来不及。周川老师，你就没想过要来检查一下电源吗？没想过啊，我有保姆，我不需要想这个事儿。你这是常识。你吼啥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把没有打扫完的继续打扫完吧。哎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我不闲，我很忙的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。昨天上午我想要打扫柜子，结果你把我骗过来，害得我下午迟到，被于主编骂了一顿。今天我想我可以好好工作了，没想到苗主编又出了问题，让我千里去咖啡厅给他送电脑。好不容易我想要休息一会儿，能看一眼我的男神，你又因为这个无聊的洗衣机，你用电器要用插电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？我不渴。哦。
周川老师，刚才是我情绪不对，我没有不想给你打扫的意思，只是我今天有点太累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明天再来给你打扫。明天见。